家好，欢迎来到 Poca 故事村，我是村长 Poca。在这个节目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也可以点击本集简介中的链接，欣赏本集的插画，或是可以直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观看影音故事哦。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村长要提醒大家，村长信箱再度开放征件咯，收件的时间直到7月13号为止。欢迎你将想对村民或是村长说的话，透过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评论，或是私讯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账号，又或者是也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甚至是抖内留言给我们，这些讯息就会被送到 Poca 村，并且在村长信箱的单元念出来哦，期待你的来信哦。那来说说今天的故事。时间进到了7月，相信有不少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吧？不知道你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呢？那如果你是最近才打开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朋友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十分的适合你哦。这一集呢，将从小河童的角度介绍他与他的家人朋友们。相信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再去听小河童日记会更有感觉哦。好啦，那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Hello， 我是小河童，我是住在 Poca 故事村山上小学的转学生。原本我住在南方一座被称为河童岛的小岛，但在有一次的台风天，我的爸爸为了完成去船上工作的梦想，离开了我们。我的妈妈带着我搬到 Poca 村的高山区，并就读当地的小学。为了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开始写日记，将在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山上的天气、生活与南方小岛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其实有一点孤单。还好有同班同学陪伴着我。想先介绍的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同学杰西。杰西是一头驯鹿，手长脚长的他最擅长跑步，梦想是成为替圣诞老公公拉雪橇的驯鹿。为此，他放学时总是在练习跑步，教了我不少关于跑步的技巧。而在 Poca 村，圣诞节的前夕，所有的驯鹿都会到圣诞工厂工作，杰西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无法来学校上课。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念他。杰西的爸爸妈妈除了圣诞节前夕会到山上的圣诞工厂上班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杰西一直都是很独立的小孩，会自己去旅行、去探险。常常让我觉得杰西真的跟我们一样是位小学生吗？
接着是波奇，波奇教室的座位坐在我的旁边。一开始转学到山上小学时，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我还以为他不喜欢我，结果原来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害羞的关系，就连声音也都小小的，得竖起耳朵才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波奇的声音虽然很小，但据说他长大之后呢，会变得非常高大。关于这件事情，只要看他爸爸的体型就知道了。波奇的爸爸是波卡波卡村的超大型动物，身高大概是我们的50倍或是更大。我们甚至可以坐在他的帽子上欣赏流星雨。波奇和他的爸爸都对我很好，因为妈妈工作很忙碌的关系，所以波奇和他的爸爸常常带我去市中心逛逛，甚至还曾经带我去波卡波卡村附近的超大型动物国旅游呢。再来是玛雅，每次只要听到哈哈哈哈的声音时，我们都知道是玛雅来了。玛雅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能哈哈哈哈的笑。乐观开朗的他，虽然可以替大家带来欢乐，但有时候也会惹得大家不开心。不过，这样的玛雅拿起了画笔，就会露出专注的表情，和平常只会张嘴大笑的他完全不同。另外，玛雅家有许多兄弟姐妹，在弟弟妹妹前面，有时候呢也会展现可靠的一面，像是在课堂上为了得到贴纸好分送给弟弟妹妹时，玛雅就会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让我不禁感觉到有这样的哥哥该有多好啊！说到哥哥，像是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位同学罗宾，他也有一位可靠的哥哥。罗宾的家栽种各种蔬菜水果，所以罗宾放学与假日都得去家中的菜园或果园帮忙，这也让罗宾成为全班最会爬树的小朋友。而罗宾的哥哥呢，就会时常开着菜车，载着他们家种植的蔬菜水果到山上各个地方贩售给因为交通不方便而无法时常去买菜的村民们，是个了不起的大人。而从小就和罗宾认识的迪奇，则是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迪奇家里非常有钱，在世界各地都有豪华的别墅。我们时常得听迪奇炫耀他们家富裕的生活。不过，最令我羡慕的是每次野餐时，迪奇家的厨师会为他准备的豪华便当。但是对迪奇而言，他最喜欢的
应该是他妈妈亲手制作的便当吧。因为他的妈妈工作十分忙碌，偶尔才有空替他准备便当。此外，最近的第一期开始学习跆拳道。练习跆拳道的他，意外的专注与帅气，让我好羡慕他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到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能不提到丽娜了。丽娜是班上最温柔的同学，说话总轻轻柔柔，走路就像在跳一支优雅的芭蕾舞一样。没错，其实丽娜最擅长跳芭蕾舞。从小学习芭蕾舞的她，梦想成为和她过世的母亲那样一位优秀的舞者，所以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练习芭蕾舞、上芭蕾舞课以及表演芭蕾舞。我们都期待有一天能够看到她在村庄最大的表演厅主演一出芭蕾舞剧。以上这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你可能很好奇，小河童，你刚刚只介绍了杰西、波奇、玛雅、罗宾、迪奇、丽娜，再加上你，一共只有7位同学耶。没错，山上小学的学生只有7位而已哦。也因为这样，我们只有一位老师，叫做乔佛瑞先生，是一位年纪很老的老先生。据说他年轻时都在世界各地冒险，因此写了乔佛瑞先生的冒险笔记，听起来很帅气吧？现在的他因为年纪太大的关系，一周只能来学校教1次课，所以剩下的时间都是由我们彼此教对方我们擅长的事物。偶尔也会有其他村民来教我们一些特别的东西。说了那么多，来说说我的家人吧。我的妈妈在南方小岛时，是小岛有名的海女，能够在海里捕捉到不少稀有的鱼种。现在的她则是在波卡村的高山湖区捕鱼。由于高山湖的湖水对河童而言太过冰冷，所以得穿上厚重的防寒衣。而妈妈的工作也十分的忙碌，特别是在高山湖区的旅游旺季，夏天的时候，常常天还没亮就得出门。回到家时，往往累到直接倒在床上睡着了。即使这样，妈妈还是很努力的准备早餐与晚餐给我。虽然妈妈的料理有时候会不小心失败，但没有关系，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有时候也会亲手做料理给妈妈吃哦。至于爸爸，等待了好久，终于等到爸爸工作的船停靠在波卡村。还记得与爸爸重逢的那天是我的生日，
看到爸爸打开家门的那瞬间，就像在做梦一样。我和爸爸还一起去港口区的船屋区旅行。还记得爸爸要离开村庄，回到船上工作的那晚，我伤心的跑到妈妈的房间，抱着妈妈一起睡。结果隔天却看到爸爸站在家门口，手上拿着一份购买船屋的文件。爸爸竟然买下了一艘船屋，并决定留在村庄。现在爸爸和我们一样，都成为了波卡村的一份子，并在港口的船屋区开了一间名叫河童先生的餐厅。爸爸的料理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料理哦。以上的这些就是我的家人与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在波卡村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念小岛的生活，但我在这里也拥有许多美好且珍贵的回忆。你问我想回到我的家乡吗？我已经在我的家乡咯。对我而言，有爸爸、妈妈还有好朋友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我永远都会是波卡村的一份子。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新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对小河童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有更多的了解呢？那旧朋友们是不是又觉得跟着村长一起复习村民们的故事呢？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本集故事，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以及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河童的造型抱枕哦。那如果你想支持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支持村庄发展。那么波卡村长的故事时间，我们下一集见咯。